Hello， 大家好，我是先锋君。细说海贼王里的美女，估计大多数海迷都会想到女帝波雅汉库克。她出场较晚，但是一点不影响她对剧情的重要性。好多妹子仿佛也从汉库克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当然，我说的不是身材和美貌，我是指你们对路飞的花痴。那今天就聊一下这个出场就让人挪不开眼的海贼王颜值担当兼傲娇唯我独尊大队长波雅汉库克。黑长直的贵公主发型，一双会说话的眼睛，足以养活30口人，外加一个冰激凌店的傲人身材，让她成了无数宅男舔屏的对象。说白了，这是一个颜值战胜核武器的世界，有颜值就是任性的资本，这也是女帝的生存之道。她标志性的仰天傲视别人的动作，没一把好腰都凹不出这个造型的。但如果我们追根溯源从头看，就会发现真实的她远不是其所表现出来的样子。在海贼里，童年没个3呆8难的都不好意思和主角打招呼，女帝也是如此。当年汉库克12岁的时候，姐妹3人一起加入了九蛇海贼团，可是还没好好当海贼，就被人贩子拐走，卖给了世界贵族天龙人做奴隶。天龙人一向是普通百姓如草芥，在之后的4年里，汉库克和妹妹们遭受了无尽的折磨，背上留下了永远也无法消除的奴隶印记。他们被天龙人任意驱使，像玩具一样毫无尊严。在一次娱性节目里，汉库克和妹妹被逼迫吞下了恶魔果实助兴，从而获得了甜听果实能力。直到泰格出现，大闹了玛丽乔亚，汉库克3姐妹才最终得到了解脱。这段悲惨的经历成了汉库克一生的耻辱与伤痛。在夏奇、雷利和古罗利欧萨的帮助下，汉库克带着2个姐妹回到了无风带的九蛇岛。2年后，18岁的汉库克成为了亚马逊百合的皇帝及九蛇海贼团的船长。从此，汉库克成为了真正的女帝。在他的统治下，女儿岛上的居民可以说是安居乐业，吃穿不愁。仅靠一次远征，汉库克便成了世界闻名的海贼，同时被世界政府注意到。辉煌与荣耀背后，总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很多人不喜欢女帝的性格，认为她跋扈嚣张，自恋到近乎变态的地步。对于路上挡路碍事的小动物，他会二话不说一脚踢飞；对于孩子们送给他的人形雕像，他会直接摧毁。就连古罗利欧萨劝诫他几句，也落了个被扔出窗外的下场。这样看起来，好像这个人除了是个美女，一点都不招人喜欢。鲁迅先生教导我们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在我看来，女帝的种种行为其实都是她保护自己和妹妹以及亚马逊百合的一种方式。她将自己装进一个壳子里，用强势的外表来武装自己，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身材、美貌、恶魔果实作为手段，避免自己不再受到伤害。从这个角度来看，她其实是一个外刚内柔的人，那种不服输的性格不允许自己在人前泄露一丝的柔软，即使那个人是路飞。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下女帝对路飞的奇异的爱情了。路飞和女帝的第一次相遇，场面香艳，估计山治在场的话，会当场去世，死而无憾。但谁让路飞对美女一点兴趣都没有？好像尾田就是故意没给他接这根弦儿。在这里，重点其实就是让他看到女帝的身上有天龙人留下的龙之蹄烙印。按照女帝姐妹几人放出去的传言，如果有人看到这个烙印，就会被石化。正因为这是他们不愿世人的耻辱，所以他每次祈祷的时候都要摆好阵势，让重重护卫镇守九蛇宫殿，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哪知道躲避追兵的路飞从天而降，虎扑入池，把他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看光光。汉库克害怕他看到并识破自己身上下的人的印记，立马要用甜甜干风石化他。可是路飞对他的裸体完全不感冒，果实能力便失效了。世界上竟然有人对他的身体和美貌丝毫不动心，这当然够打击人的。但路飞他从来都不会以貌取人，美与丑对他来说根本不是评价一个人要不要做朋友的标准。无法接受路飞不会被他倾倒，女帝恼羞成怒要处决他。给他求情的玛格雷特、艾弗兰德拉、斯多比3人被当场石化。汉库克的2妹妹已经在刑场做好了准备。路飞双拳难敌4手，中间差点就跌入剑沟。就在桑达索尼亚要摔碎玛格雷特的石像之际，愤怒的路飞在无意间使出了霸王色霸气。他在无意识情况下根本没有分寸，震晕了在场的很多人，这让在场很多人都非常惊讶。眼前的这个男子竟然拥有和女帝一样的霸王色霸气。随后在战斗中，桑达索尼亚的衣服被玛丽克鲁德身上的火焰烧毁，暴露出了背后的印记。为了不让他们的秘密被人察觉，路飞爬到他的背上，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那个耻辱的标记。他这一举动震动了汉库克的心。
可是他依旧不相信路飞的为人，再次发出灵魂诘问，让玛格雷特等人复原和放他出岛只能2选1。路飞毫不犹豫地选择救人，并且扑通跪下，开心地向他道谢。这个选救人还是选自由的考验，我想不单单是汉库克在考验路飞，而是和自己在较劲儿。他想让路飞露出男人的本性，想继续让所有人知道男人的嘴脸，可他还是忍不住被打动了。对男人存有偏见的汉库克，没想到世界上还有心地如此坦荡的人存在。心胸宽阔的路飞成功打破了汉库克用冷血伪装的躯壳，走进了他的心里。有人觉得女帝是受虐属性，因为路飞越藐视她的美貌，他就越要征服。但我觉得是他感受到了路飞不但没有歧视他们身上下等人的标记，反而尊重并保护着他们的秘密。事已至此，汉库克决定和路飞谈谈。得知路飞在香波地群岛不怕死的揍了天龙人，听到他也很讨厌这些丑恶贵族，于是他第一次敞开心扉，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了路飞，还勇敢地向他表白。路飞也是在这里得知了艾斯即将被处刑的事情，他决心要去推进城救助艾斯。汉库克便利用自己七武海的身份全力帮他。其实在他回岛的路上，海军就派了一个军舰的士兵来给他下召集令，他不但断然拒绝，还把船上的士兵都石化了。除了鼹鼠中将釜底抽薪躲过了他的甜甜干风，既然这样，他决定应召集令去马尔凡多，同时对鼹鼠中将提出要求，去可以，但是他要先去推进城见火拳艾斯一面。就这样，路飞躲在汉库克的披风下，成功侵入推进城。在被要求必须脱下披风接受检查时，他只得送路飞到这里为止。率真的路飞感谢汉库克帮了这么大忙，可是被恋爱冲昏头的汉库克开始产生幻觉，觉得这是路飞在向他求婚。不过后来就连路飞正儿八经的叫他名字，他都觉得像求婚。怎么说呢？女帝幻想中的路飞画风像是拿错了隔壁恋爱番的脚本，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这恋爱的滤镜实在是让人难以适应。接着回魂之后的汉库克被汉尼拔戴上海楼石手铐，一路来到第6层，传达了路飞已经进入这里的信息。顶上战争期间，女帝象征意义地站在海军阵营里，可是路飞在冲向艾斯的一路上，只要有人拦路，他都会去帮忙，左一记方向脚，右一记俘虏之剑，海军海贼一无二端。因为此时他只保护路飞，恋爱的人都是盲目的。在斯莫格阻拦路飞时，他2次都上前迎战，方向脚直接踢断了斯莫格的石手，就连暴君雄改造的和平主义部队也通通被石化败下阵来。在路飞重伤撤退后，他让罗把船开进了女儿岛为路飞治疗。想到路飞会被艾斯的死伤心难过，自己也感同身受的难过起来。2年的修行中，虽然雷利不让他常来看路飞，也不允许送饭之类的帮助，要路飞完全在环境险恶的地方磨练。话虽如此，但我想汉库克一定是常常偷跑来看着路飞修炼的。2年后，路飞要去香波地群岛和伙伴们会合，汉库克恨不得把宫殿搬过来让他带走，一准备就是巨量的食物和几年的日常用品。为了他不要惹人注目，还为他易容，护送他出海，并阻拦了海军军舰的追击，让草帽军团能顺利出航。汉库克不知道多少次想要和路飞结婚，但是都被果断拒绝了。不过就算如此，他还是单恋的很执着。对所有人颐指气使的女帝，在爱情面前硬生生的变成了纯真恨嫁，信奉恋爱就是暴风雨的大龄女青年，实在是很难让人讨厌她，分分钟路人转粉。女帝在海贼中出场的次数并不多，漫画中的第516话初登场，动画410集首次现身，除了和路飞首次见面的女儿岛段落，基本上都是辅助角色。当初尾田在设计和创作女帝这个角色的时候，参考的原型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蛇妖美杜莎，据说是烧掉了不少脑细胞，光在他本人的采访中就提到过许多次。这还不算，他还亲手写过一篇手记，原因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表现这个海贼第一美女的脸型，反复设计思虑之后，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女帝，足见这个角色在尾田心中的重要性。但她可不是普通的背景板，事实上，女儿岛在很多时候都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顶上战争期间，路飞的行进路线、起点落点可都是在这里。2年内他得以销声匿迹，也是因为女儿岛足够隐蔽和安全。可是最新的剧情中，世界会议中，政府和加盟国一致同意废除王下七武海制度，海军立马便包围了亚马逊百合，这可是1分钟都不带喘的。当初加入七武海，汉库克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护国家。他忍辱负重和自己痛恨的政府合作，只为了求得国泰民安。但是失去政府庇佑，他将面临难以想象的危险。
失去七武海头衔，像鹰眼等人自然不至于害怕，但是汉库克背靠一个国家的危亡，他该怎么办？现在很值得人关心。对于女帝的个人能力问题，众说纷纭，我今天就来分析一下。她的大招主要有4个：田庭干风、防墙脚、稳枪和俘虏之剑。看上去都是粉红爱心冲击波，但高能之处在于几乎每一个招数都自带石化功能，并且如果在石化状态下把人砸碎，那就一命呜呼了。有点像轻质的冰冻能力，但只是没有自然系威力那么大。它的石化能力不管是人还是物，有生命或者是没生命，效果都一样惊人。就这么骚的操作按到别人身上可能会有违和感。我就这么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黑瞎子穿连衣裙插玫瑰花的情景，但如果使用这些招数的是女帝，那就不一样了。你会觉得再合适不过，这也让女帝这个形象更加的丰富可爱。在这里必须给尾田人物塑造能力吹一波7色彩虹屁。再说霸气加成，女帝拥有霸王色霸气、武装色霸气和见闻色霸气，王者资质不言而喻。纵览女帝的战绩，除了第一次和天龙人对战失败被拐走之外，剩下的只要是打架那就没输过，最多也就是个没有结果打平手，或者被意外打断了战斗。所以如果海军真的进攻，女帝也绝不会屈服，一场恶战在所难免。但是我想就算同归于尽，女儿岛的巾帼英雄们也不会屈服于海军和政府的。希望下次见到汉库克的时候，他和姐妹以及各位勇敢的战士都安然无恙。话说回来，七武海里面其实搅屎棍就是当初的克洛克达尔和多弗朗明哥，剩下的人都相对于安分守己，废除制度的决定必将殃及鱼池，我们也只好静观其变了。我是先锋军，咱们下期见。